這個社論講到說什麼台灣民眾清楚地認識到不能再跟循過去什麼依靠美國對抗大陸道路，以美抗中無非死路一條，這個擺明就挑撥台美關係，這個就是中共一直想推的東西。今天在台灣報紙社論推出來了，從台灣裡面搞嘛，所以現在我們才說推動什麼和平談判啦、和平統一啦、什麼等等，9·2共識沒有過時，所有這些話呢，就是為這個目標來的。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主持人張國城。最近這個台灣呢一些媒體評論圈甚至到了這個海外都有一個說法，就是兩岸和平談判是大勢所趨特別是在這個川習會正習會之後這個說法呢引起不少的關注。那支持這種說法的人認為，或者是講主張國際格局兩岸走向談判桌甚至走向統一是避無可避的唯一選擇。然後呢，也有一些民調呢出來敲邊鼓印證了現在北京呢對台灣的這種政治攻勢統戰言語，這個問題逐漸的這個越來越熱。那為什麼這個議題呢會在現在出現？那兩岸真的可能走向談判嗎？我想這個問題我們今天來跟大家探討所以呢，我們還是請國際政治最權威兩岸問題專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君正明老師來到我們節目來跟我們討論這個問題。老師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的，我想先請教老師，就是說這個川習會剛過不久嘛，好，那現在一個說法就是說，中美關係進入新的格局了，然後呢要共同打擊台獨了。這個既然如此呢，那也不用維持現狀了，趕快走向這個談判桌呢比較實際。那這個目前呢，當然講實際上統一的人可能還少一點，但是呢講說趕快進行和平談判這種說法呢越來越多，聽起來和平好像也沒什麼不好嘛。那談判至少是不用武力所以這個說法是有市場的。那這個請老師給我們解讀一下，就是說到底現在這些講和平談判的人呢，除了聽起來好聽以外，他們心裡面到底在想什麼？這倒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最近我倒看了一下，差不多就是這2個禮拜吧，台灣的各大媒體然後一些自媒體啦，一些電視節目等等的，很多人不約而同的就在鼓吹這個題目和平談判啦，什麼等等。當然有的講的隱晦一點，有的講的在這個可能再露骨一點點等等。不過我看到一個就是應該這樣說，台灣有一份報紙就是推一系列的文章，反正就是前後還出了幾篇社論，然後去呼應這件事情。大概其中比較露骨的一篇，我看一下，拿來談一下。比較露骨一篇，他講的題目跟你剛剛講的那句話有點像就是好像大家叫做和平談判是大勢所趨，然後兩岸要出來提條件之類的，像這種標題。總而言之，差不多這個方向。我先拿這篇文章做代表，因為大概類似的文章，我剛剛講類似的文章啦，然後發言啦。等等都不少，所以應該是中共新一波的對台灣的攻勢，所以我想先拿這篇來談一下。如果以這篇來說的話，我們大家看到它幾個論點，這些論點大概也差不多包含了最近在這些文章的幾個主要論點，當然還有一些比較次要論點呢，將來有機會我們再來談一下。它幾個論點，當然我看起來坦白說都可笑了，不過因為它反正上有介紹講嘛，我們就先完整介紹一下。第一個論點就是說，這個習近平跟川普開完會之後，美國跟中共共同打擊台獨，叫共打台獨，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居然拿出來講，這是第一句話共打台獨。第二句話，因為共打台獨，所以呢，台灣維持現狀呢就不可能，這是個假議題這第二點。第三點呢，就是說，台灣有一個民調。說有59%幾的人，將近60%的人呢，贊成兩岸進行和平談判。好，那這個東西看起來沒什麼問題。好，這第4點，他說，所以呢，這個我們過去什麼叫做什麼，以美抗中或聯美抗中什麼等等的，那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呢，靠美國會跑，靠台獨會倒。
那就很清楚把以美論呢又搬上台面來了。好，這是第4個論點。第五個論點就是說，這個台灣應該，這話講得很好聽啊。所以台灣應該審時度勢，掌握時機，然後呢主動去進行談判，聽起來很好，對不對？好，第6點精彩的來了，中共已經把1國2制準備好了，所以你來談吧。所以你說整篇文章讀下來，它的方向已經非常明確了。其實整個論述都是站不住腳的。我們等一下慢慢講，我先挑幾點的先談一下。先談第一個就是共打台獨，這個就是出於我們前陣子不是談過嗎？5月中，川普見了習近平，談完之後呢，你看這1個月來呢，大陸也好，台灣就要大造輿論啊，這個川普反台獨啊什麼等等，抓的呢就是川普的那句話，在專輯上那句話，我們再重複一次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one go independent。那台灣人的翻譯就是說，我不希望看見有人走向台獨。這句話是這樣翻譯是完全錯誤的。I'm not looking to 就是我不希望看見或我不期望看見，我不期望或不希望啊。大概準確的說是期望，是啊，這是第一個。第二 ，to have someone 就是讓某人或是這個鼓勵某人或鼓吹某人 go independent 就是去推動台獨，而不是走上台獨。因為如果是走上台獨的話呢，準確說法應叫做 going independent， 是，或是 moving toward independent， 是，這樣才比較準確。go independent 就是去台獨，然後這個，所以不是走下來，就是說你翻成最直接的話就是，你現在宣布台獨，我是不同意的啊，是啊，他當然沒有說未來，但是其實最直接的意思是這樣的，是，好，所以有人就說，連走上台獨都不行，那問題是什麼叫走上台獨？那這些應該知道還不叫講話人，叫編話的人呢，就很多人可以編了。所以我再說一次，準確的翻譯就是，川普意思是我不期望鼓勵或是讓某人去走上獨立，大概就是意思，或是獨立。所以川普根本就沒有說反對台獨的意思，他只是說我就是玩平衡，你這邊不要搞台獨，你這邊不要打台灣，這就是美國一貫的立場。所以很多人就斷章取義呢，就拿一段話，然後第二人就翻譯錯誤。那這篇文章這篇社論呢，最不可取就是他明明知道翻譯錯誤，還拿來去亂講，當做一個前提。好，這是我想批評的第一點。第二點，如果說美國這樣講的話呢，維持現狀就不可能了嘛，對不對？好，那這真的是美國政策嗎？美國真的反對維持現狀嗎？真的共打台獨嗎？絕對不是啊！所以川普後來回來又警告中共，就是你不要動台灣什麼等等，這已經很明確了，就是美國一貫立場，就是中共不能就武力改變現狀，台灣也不能隨便改變現狀，那就是維持平衡。什麼叫維持平衡？維持現狀吧，不就這意思嗎？所以只有人說維持現狀是假議題，這根本就亂講。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如果說你看川普上台到現在1年多，他自己本人講的話也好，或者說戰爭部長赫克塞斯講的話也好，或者說盧比奧講的話也好，都是維持現狀啊，都說不許任何一邊改變現狀。包括最近不是他們在瑞士開 G7 的會嗎？電視新聞怎麼講？大家有印象嗎？川普到場之後，大家原來預期他跟 G7 的夥伴們會一番大吵，就沒有。這個新聞的標題就是說，意外的達成了共識。什麼叫達成共識呢？對中東地區、對烏克蘭地區、對台灣地區都達成共識。那中東地區不能再有戰爭，然後伊朗呢不能有核子武器，那烏克蘭戰爭呢要盡快結束，然後希望說懲罰這個俄羅斯，然後台海地區呢不能這個武力改變現狀。這話不是非常清楚了嗎？所以這樣講下來，哪裡有什麼所謂說什麼維持現狀是一個誤區啊，或是一個假議題？所以整篇文章呢，它幾個大前提呢都是錯的，那整個後面推論呢就一塌糊塗。但是為什麼要講呢？因為後面又連續出了幾篇文章，有社論，有其他文章，還有一些就是我們不知名的網站呢出各種各樣文章呢在呼應這議題，所以我覺得特別值得澄清一下。是，同樣的，老師說的非常清楚了，就是川普他這個用字遣詞這個含義啊，當然
這個川普講話嘛，常常有的時候這邊講一下，那邊講一下，這個我也知道說，其實包括美國社會啦、國際社會，其實對川普呢有各式各樣的看法。那今天我們不是談川普，我們重點是說呢，這個寫這個文章的人怎麼也不說，那川普也從來沒有說他這是統一啊。我聽他從來沒想過這是統一啊，社論啊，是啊，這是社論，是啊，對，就是川普頂多說這個中國很大台灣像個針尖，台灣離中國近，然後離美國遠，但是那也是事實陳述嘛，因為他也沒說統一，是，也沒說要兩邊談判呢，是，那他沒有這樣講哦，他也沒說要支持統一啊，他也沒說要支持兩岸談判，所以很多人呢，我看恐怕是這個心裡太急了這個想要把他們的話塞到川普的嘴裡頭。那當然這個有機會再請老師給我們解釋。那還有這個又有一個社論說了這個台灣呢有團體做了民調，這個民調說呢有59.6%的受訪者認同說台灣應該主動跟中國大陸進行和平談判。這個說法老師您怎麼看？要這樣說，這個你我都是做過民意調查的，那個我們也不但說做過多次民意調查，我們也被邀請去解讀民意調查。那大家一般人一看呢，是先看數據，是这個題目出來結果是59.6%或者61.2%或者38.5%什麼的，然後就解釋這個東西。但是我們在解釋這個前後呢，我們先問說你是怎麼問的？是你怎麼問的？也就是說，那個。同樣一件事情，你問的方法不一樣，問的字句不一樣呢，就有差別。這第一個。第二，就大家如果對民調稍微有點了解，還有一點呢，所有的民調呢，我們都必須看一件事情：最近2個禮拜到3個禮拜之前發生過什麼事，是會有影響，因為那個影響很大。那件事情直接影響大家現在對這個反應的看法。你記不記得那時候千島湖事件？是，對不對？千島湖事件那個時候出來的時候呢，贊成台獨比例是最高的，然後6·4屠殺前後，贊成統一的反共比例是最高的，但後來就馬上掉下去了。那麼也就是說，事件這個民意調查在做的時候，就在問的時候不是發布的時候，因為問到發布中通常還有大概1-2個禮拜的時間，也就是問的時間，他那個之前3個禮拜內發生什麼事情？為什麼呢？因為一般的老百姓，他的記憶力呢，他對新聞記憶力呢，大概就是2-3個禮拜。其實一般人可能是2個禮拜，是有些人根本就是沒有什麼在意的，所以你問他根本搞不清楚。他反正聽到和平就很好，然後不要打仗就很好。好，那這樣我們往下推就如果問的方法不一樣，問文字不一樣，即便意思完全相同，結果不同。比如說，這是一份民調啦。那有一份民調可以拿來做對比的前陣台灣有另外一個媒體做了一份民調，說如果你接受1國2制，然後就不會有戰爭，就有和平，你贊不贊成？大家知道嗎？那個台灣居然有22.4%的受訪者說我願意，有人就嚇一跳。這樣他往前對比呢，因為大概去年前年都有類似的民調，問法差一點點。去年是24點幾，比今年高一點點，換到今年就好了。前年是28點幾還是26點幾，也就是這樣一路這樣下滑。但是大家因為看到今年的數字，你一算1成人口，台灣有400多萬人可以接受1國2制，大家說很可怕什麼的。那有媒體人就說好像不對。然後第一呢，就是你看它是下跌的，並不是新高。如果是新高，我們要注意它是下跌的，這第一個。好，但是如果我们再說一次，你把民調的問法的字句改變一下呢，得到答案就不一樣了。好，那這個媒體人拿什麼做對比呢？陸委會在那前後呢，剛好做了一份民調，他說，如果接受了1國2制，中華民國就不復存在了。那麼你支不支持？然後你反不反對？支持的從22.4掉到9.1，腰斬還低一點點。然後反對的呢，到達79.7，將近8成了。好，這是這樣問法。好，那他如果會接着問，如果接受1國2制，失去自由民主為代價的話，你贊不贊成？支持人從9.1掉到5.9。換句話說，大家只聽到和平談判，就
22.4啊，一國兩制。那你說不要中華民國，就掉到剩9.1，然後沒有民主自由，掉到剩5.9，剩下6%的人覺得可以接受一國兩制。那麼也就是說，你如果說你問的越來越精確，你把接受中國的條件的代價都講出來的話，大家就想清楚了。因為坦白講哈，我們做民意調查，有的時候我們真的會問到，就是因為我們每一次在擬那個題目的時候呢，擬完題目我們討論了啊，這個合不合適啊，字句有沒有誤導啊，有沒有導引性啊什麼，我們很小心了，但都很難免有。是，所以我們後來就做完之後，通常我們幹什麼呢？討論完畢之後，我們会試打，就是我們這些擬題目人，我們真的拿起電話來就盲打。啊，我就是按照比如說，白天的話呢，因為通常是老先生跟老太太在家，退休人在家，是，所以你調查他是65歲以上人，你要調查65以下人，65歲以下的人，然後工作的這群人的話，那算是就是有投票的，然後有工作的什麼等等，他又不是那種高中生以下的，大概一般來說就晚上6點半以後，尤其是7點以後，到差不多9點之前，最後是8點45、8點50之前。這段時間呢，大家願意講，因為太晚大家就不願意接電話，那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現在就是說，你如果我們那時候還問說，還仔細問，你這份問卷幾點鐘做的，然後接電話是男女，然後問年齡啊、教育啦、職業什麼等等，所以把這統計完之後呢，出來的結果呢就比較能夠準。台灣的民意調查現在非常發達，是非常發達，尤其是針對什麼呢？第一，針對選舉非常準確。那幾乎應該這樣說，錯的比例非常低。是當然就是20年前、30年前，可能大家不太願意答，但現在大家都敢講真話，沒有問題，所以通常可靠。還有一點什麼呢？關於商品的東西，通常蠻可靠的，所以大家都知道。那麼也就是說，把這幾份民調呢擺起來看的話呢，應該這樣說：台灣人呢當然愛好和平，不希望發生戰爭，因為我們生活很好。但是我們非常珍視我們的主權，我們珍視我們自由，珍視我們民主，珍視我們人權跟法治，所以這個應該我覺得是比較準確的反映台灣現在對於兩岸未來動向啦或和談什麼等等呢，它的民意的走向，我覺得這樣的可能比較說得通一點。是，我想呢，剛才老師說到這個民調了，其實當然民主國家這個民意調查是非常常見的嘛。那以前呢，這個我有做過一些工作跟這個有關係，那個時候呢就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也就是說第一個就是這剛才老師說的，這用字遣詞啊，這個非常重要。譬如說那個時候，3項重大軍購，那就有一個民調，就是說你贊不贊成政府斥巨資向美國軍購？對啊，那這大家一看斥巨資，那就不贊成了，這一定掉下來了。但是呢，好，另外呢也有一個機構說。現在中共謀我日急所以呢，這個為了保障國家安全，你贊不贊成政府這個向美方這個軍購強化國防武力？這個馬上就差別就非常大。那第二個呢，就是就有些問題啊，基本上就是不要問，沒有意義。譬如說，你贊成社會公平嗎？這基本上這個沒有意義的問題，就沒有意義的問題，就多少人支持多少人反對。這個通常反對的人也不會真的認為說他希望生活在一個不公平的社會裡頭，沒有錯所以有些問題基本上你就太過冠冕堂皇、太過正大的這些用詞了，其實調查上意義不大。那第三個呢，就是要持續問，是有一個問題呢比如說對兩岸問題的看法啦等等，就是持續問這個就做成一個像這個時間序列的帶狀的這種走向的觀察，可能是比較準。那像這個這個就像剛剛老師講的，剛剛發生過幾件大事你這個時候再問那如果說這個要比較科學的話，應該過一段時間對再問一下，對，而且要避免那個題目的誤導。對，我們過去做類似事情，就譬如千島湖的事情，或者說64人那個事情，我們看完之後，我們說那這樣的，過1-2個禮拜或過2-3個禮拜，等到民心比較平息、比較平穩之後呢，我們一模一樣題目，我們再問一次。是。因為再問一次，兩個對比呢，你就可以看出來，就是，也就我們常講民意會起伏高低嘛，那麼也就看說他在這個情況下呢，我們想判斷，覺得這個事件呢，對於老百姓對這個問題看法有多大衝擊。我記得差不多就講的差不多有30年前了，30多年前，
那時候我們開始做一些民意調查。我們不管做什麼，不管是幫人家接什麼商業調查，或接政治調查什麼，我說這樣我們加一題，為什麼呢？你是否贊成台獨？是。那後來有人就說啊，你要不要定義台獨？要不要定義這個定義？我說都不要。我說你一定就麻煩了，因為你一定是將來就不可比較。是。所以你就乾脆就這樣問，你是否贊成台灣獨立？就這樣問。結果後來幾十年問下來之後，果然有趣了，它真的會變化。然後那他說那有變化怎麼辦呢？那我們就把這個答案呢，把這結果呢公布出來，請學者專家來講評來分析，對不對？你也參加過嘛？是。那麼也就是說，我們拿一些文字完全不變的、前後一貫的來呢，然後按照當時這些社會氛圍來詮釋呢，反而比較準確。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一點。是。所以呢，這個講到民調呢，當然。我們就持續觀察了，因為廖舉其實也可以舉出很多這個態度啊或者立場，就堅決要捍衛台灣反對這個中國武力犯台。我想這個更多，那這個有機會再說。那這個社論呢，還有說到呢，這個民調呢拆解了台灣民意的密碼台灣民眾呢清楚地認識到不能再像過去一樣依靠美國這個對抗大陸所以進一步呢就帶出所謂的以美論了美國不可靠。不過聽起來好像這個台灣跟美國這麼常年的關係，就除了對抗大陸之外就沒有別的了吧？對，這個經貿各方面的合作，我想這個老一輩的人也都清楚，如果沒有美國可能這個台灣說不定也撐不到現在那這種種的說法這個現在來講反而以前很多這個大家認為這個沒有問題的歷史事實呢，現在反而都顛倒了。那是不是也請老師呢給我們解說看看？對，沒有錯，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這個以美論了嘛。所以我剛才說這個社論呢，其實一層層在誤導大家。第一呢，他講說中美共打台獨，這話本身就錯的。所以第二呢，還有說維持現狀呢是一個誤區是一個是個假議題。如果美國沒有打台獨的話，那維持現狀就是可接受的嘛，就是事實了嘛。那第三呢，它是有一個民調沒有錯。但第一，他只引了一個民調，你若對比多個民調，我還可以接受。第三，就是他對這民調的解讀本身是錯的，然後在這基礎上再推以美論出來，那這個人他就是想推以美論嘛，所以沒有什麼。那再來就是說，他講一段話，這個社論講一段話，說什麼台灣民眾清楚地認識到不能再跟循過去什麼依靠美國對抗大陸道路，以美抗中，無非死路一條。這個擺明就挑撥台美關係，這個就是中共一直想推的東西。今天在台灣報紙社論推出來了，那你不看看美國這段時間這一兩年來，不要說這2年了，從川普的上任2017、2018年開始，到現在8年下來，經過了3任政府，然後兩個總統，然後2個政黨，美國對台做了多少事情？第一，推出了多少個這個幫助台灣、友善台灣的法案？第二，對台灣的軍售跟贈與有多少？現在還不是正在推嗎？第三，那美國陸戰隊來台灣了，還在訓練台灣的這軍隊。第四，官員的互訪增加了，層級也拉高了。然後美國聯合多國軍演互保護台灣什麼等等，這東西都沒有少過。然後再來就是美國明白的白話文的警告中共，你不要動台灣，也不知道多少次了。所以你哪裡看到說靠美國，美國會跑？這話是怎麼來的？所以這些東西呢，我覺得都是這個社論真的是荒腔走板。而且，為什麼我話講這麼重？因為前後他們引了很多篇文章出來，其實就環繞這些話題。好，那最後一點他說什麼？台灣是不是應該主動去談判？因為中共給出一國兩制了。中共給出一國兩制，就去談一國兩制了。我們是不是應該談反共這個才比較好一點點？所以我覺得這真是荒唐的事情。那麼不過怎麼說了，我想提醒大家，就是我認為這是中共大概最近最新一波的動向。現在是6月嘛，6月中下旬了嘛。我猜到明年恐怕這1年多這個題目跑不掉，會反反复复出現。所以這點我覺得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是，我想呢，這個老師應該很清楚啊，因為過去呢，國共剛開始內戰的時候呢，美國曾經來調停，但是後來調停沒有成功。
然後呢，這個又後來這個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又經過一列很多的故事，所以這個兩蔣當時跟美國人打交道的時候，都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我想，這任何2個國家，英國跟美國關係那麼好，其實這中間不愉快的地方也挺多的。所以，納坦雅胡現在跟這個川普大概也不太愉快吧？是，所以那個時候呢，一方面呢，就是很多因素，歷史因素影響；另外一方面，那個時候的政府，我個人認為主要是要告訴台灣人不要麻痹，好，不要什麼事情都包辦給美國，覺得美國會幫我們擋一切，啊，天塌下來有美國人頂，所以那個時候就是說這個不能等待，不能依賴勝利不會天上掉下來，是這種態度。是好，但是呢，你說這個蔣介石在過世的時候遺囑裡還寫了堅守民主陣營嘛？對，啊，意思就是說。台灣呢，當然我們要自立自強，不能什麼事情都靠人家，但是也絕對沒有到說，不靠人家哦，反而去跟敵人投降，沒有這種事情，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情，沒有這種事情啊，對对，所以這個也就是說呢，我們對任何國家的善意我們都接受，但是也不要把台灣的安全完全外包給其他的國家，自己自立自強，我想這沒有人有意見啊，但是現在就很刻意的導向，就是說，哎呀。這個也不用靠自己了，也不用靠美國了，反正終歸就是沒人可靠，你就只有投降一條路。我覺得這個這荒唐，恐怕就是問題的核心了。对就好像這個每個城市都有一些相對比較黑暗啊，這個警力比較不到的地方，但也沒有人說我住在這個地方，我就該讓我就變成個賭場，還是說我就這個讓黑道來統治，該跟黑道合作？這個我想也沒有人傻到這個程度嘛。但是這個在台灣現在這些人，我想他思考邏輯呢，可能就是這樣。所以呢，問題的核心呢，就是要來，等會還是要請教老師，就是說，這個為什麼現在這個時候這個在台灣內部呢，這些跟中共唱和的人或者是後面有北京色彩的媒體在這個時候要強打這個統一和平談判現狀已經無法維持這樣的印象到底是他們真的觀察到台灣內部的民意有所改變？看起來顯然不是。那是不是這個大陸內部呢？出什麼的狀況讓他們呢必須要這個吹口哨給自己壯膽也好，還是要有什麼其他的目的也好，到底因素可能是什麼？這倒是一個好問題。我想幾個方面原因呢。當然你剛提到說，台灣內部民意有沒有變化？這點我倒感覺不出來，我倒不覺得台灣民意有什麼大的變化。應該這樣說，如果有什麼變化，就是如果有什麼變化的話，應該說就是大概對中共認識越來越清楚。反共的態度跟反共的比例越來越高，是這個倒是比較明確的一個變化。這第一個，第二就是中共注意到就是外部現在對他壓力變大，是，然後對於他想要用武力的方式或者脅迫方式改變台海現狀呢，大家有很多的反對跟批評意見，這點我覺得他感受很強烈。別的不要說了，我就舉最近這些一些報紙上標題或一些新聞或一些事件來講呢，應該看得很清楚了。多篇文章跟多個動作都表明很清楚，美國在亞太地區呢，用軍事力量來威懾中共，讓你不能去這個脅迫台灣或什麼壓迫台灣，甚至攻打台灣呢，這態勢非常明顯了。這第一個。第二就是大家現在說美國印太戰略轉型了，最明顯的案例就是美國不是幾年前把太平洋司令部改成印太司令部嗎？現在改回來了，是改成太平洋司令部。那美國官方給的理由是什麼呢？我們希望這個太平洋司令部更加的專注在太平洋問題上面，不要去管印度洋了，印度洋就交給第5艦隊去了，要回到那邊去。然後這地方呢，專門在對付這裡。所以它反映這幾件事情，第一就是反映了中共的這些動作呢，更加引起大家注意跟反感。第二就是反映美國就對於中共的動作呢，它比較現在更加專注，更加警惕，所以這是中國的第二點。現在再來就是美菲聯合軍演，不是7個國家來參加了嗎？這過去也沒看過的，這叫什麼肩並肩嘛，對不對？是。好，再來環太軍演要開始了，然後美國跟菲律賓的這個海上什麼聯合戰事什麼等等，也這個聯合軍演開始了。再來就是美國有多個智庫跟參眾議員呢，已經公開喊話川普。那個對台灣軍售不要再拖了，趕快批准了，趕快這個發動了。川普大家想等到9月24號習近平訪問美國之後呢，再通過這件事情。但現在很多人想說，那你不要等了，趕快去給吧。好，
我覺得這幾塊呢，大概是對中共來說的一個比較明確的壓力。另外就是它的經濟不好，然後再來就是社會上呢，因為經濟關係，社會的失業也好了，或社會這些倒閉啊什麼等等的，或者說躺平的那種心態呢比較嚴重，所以中共想要辦法這樣說，中共想要進行政治動員。他唯一能政治動員就是比如打台灣啦，我們要怎麼對付台灣什麼的，這個讓大家還能激起一點點熱情，也就用虛假的民族主義呢去動員大老百姓。好，那這我看了第3個原因，第4個原因就是，即便川普上台之後，因為打貿易戰呢，打關稅戰，然後他一些言行引起一些盟友的這些反感或不愉快，但是大家對於中共跟中共對台灣的態度呢，大家是沒有讓步的，所以中共自己也感受到很強烈。那麼也就是說，至少在這問題上，他的外交是孤立的，那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我覺得更重要一點，我最近才比較清楚琢磨出來。我們都說我們民主國家有連任壓力，要選舉要幹什麼？然後川普11月初叫期中選舉，他萬一選輸了就怎麼樣？那你覺得習近平沒有連任壓力嗎？制度上說不定他希望沒有，對，他希望是沒有，然後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對不對？看也沒有，因为他把國家主席的那個任期限制拿掉了，然後黨的這總書記是沒有限制的，軍委那邊沒有限制，但他有什麼限制呢？因為如果新聞是真的話，也就是說，本來是他有任期限制，就只能做2任，那他為什麼能做第3任呢？這個江湖傳說是，他跟政治局或常委講，給我第3任，我可以解決台灣問題。那他把方案大家講一講，他說看起來可行，好，那給你第3任，好，那第3任呢？你要做出來，第3任到什麼時候結束？明年是2027年，所以大家說2027的窗口什麼的，一部分就指這意思。那如果真的是2027的話，他不會等到2027到這個任期結束前年才發動戰爭啊，他因為之前就發動戰爭，所以我說要發動戰爭最可能是2026啊。是，但如果說我們剛剛數了這麼多因素的話，他看起來是不能打呀。那如果他又必須解決台灣問題，然後看起來2027甚至之前都不可能發動戰爭的話，他能幹什麼？從台灣裡面搞嘛。所以現在我們才說，推動什麼和平談判啦、和平統一啦、什麼等等，92共識沒有過時，所有這些話呢，就是為這個目標來的。那麼這也是我為什麼預測，我說從現在開始到明年呢，大概8、9月呢，恐怕這個題目都會是一個熱門題目，就不時會跑出來。所以我猜將來我們能談的題目機會還蠻多的。今天也不能一次講完，否則我下次還沒話講了。是，我老師不會了，老師這麼博學，這不會沒有話講。會的。不過我個人非常同意老師的一個看法，就是老實說，他現在這個裡頭的問題恐怕是不少啊。經濟這絕對是個核心議題嘛，恐怕非常大，非常大。但是他也不能一直承認說我幹了3任，結果經濟越來越差嘛。是。然後這個從這個鄧小平交給江澤民，江澤民交給胡錦濤這個迭代繼承，那他們也是中國共產黨也肯定說這是成就嘛，第3代領導人、第4代領導人這冠冕堂皇講了一大堆，國家不斷進步騰飛，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習近平也很難說我不交班，國家就會往後退因為你自己就是從交班的這個順序上過來的，那唯一迭代交班，唯一沒有達成的事情就是統一台灣。所以呢，這或許是他唯一一個不迭代交班的理由了，因為別的事情迭代交班應該都不是不能做好中國共產黨永遠偉大、公正、正確哪裡能說只靠一個領導人？他那個裡頭的敘事也還不至於到這個程度了所以這的確，習近平個人是一個重要的連任的壓力呢，就會讓他現在這樣。但是要打，畢竟變數又多所以從內部瓦解掉其實我想請教老師，就是說。其實1949年之前的內戰，這國民政府在大陸大部分情況下也是內部瓦解掉的吧？對，也不是說真的一城一池這樣子，真的只是少部分幾個地方，大部分地方還是內部瓦解了，大家被和平的這個說法迷惑了，說這個和平就好了張之中去也是和平就好了然後這等等，就是用和平這2個字呢就把整個中國大陸就席捲了。傅作義何嘗不是呢？是，對不對？
所以他們可能認為說，這個和平這兩個字呢，反正大家聽了這個最買單，然後能夠和平把你腐蝕掉、瓦解掉，這當然是最好的。一點也不錯。所以這個盧比歐不也講了這個話嗎？盧比歐就是說，他們最希望的辦法，最希望看到理想情況就是台灣內部有什麼公投辦法主動靠過去。所以這點呢，美國如果說國務卿上看懂的話，那總統跟大概這些內閣裡面應該基本是有共識的。所以這個將來我們可以再詳細談一下，這倒是個蠻有趣的題目。是，所以我想，剛才老師也跟我們提示的非常詳細的，就是和平呢，我想光聽起來當然是不錯啊，沒有人喜歡戰爭嘛，總是和平最好。但是這個和平呢，到底是怎麼樣才能達成？然後現在是不是非得走向這種屈辱式的投降式的和平其實很明顯的還不是這樣。所以現在要提這個東西呢當然呢，它後面的政治動機就非常值得我們探索，也不能夠輕易的掉入這樣的圈套。對，是，我完全同意。好，那我想呢關於最近呢這一連串的這個和平談判的這個說法呢大概這個就能夠做一個這樣的總結，就是這很可能是個圈套。那我們呢最重要的還是怎麼樣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被這些圈套所影響。那今天呢非常感謝閔居正老師呢來到我們節目對這個議題呢做非常精細的這個評析。謝謝老師。謝謝主持人，也謝謝各位觀眾。好，也謝謝各位觀眾朋友今天的收看。歡迎給我們節目批評指教，然後按讚、分享、訂閱，按下小鈴鐺。我們下次再會。老師，其實還有一個研判就是說，因為年底台灣也要大選，目前看起來好像這個國民黨的選情沒有上次那麼好，所以最後結果還是用這種戰爭論你投民進黨就是會打仗。現在應該就是和平或戰爭的選擇，是應該這樣，而且這個題目可能會延續到2028的總統大選，是應該是這樣。因為他們有很多人就說，目前看起來呢，這個國民黨現在主席好像不怎麼得人望，然後這個很多地方呢，他又到任了兩任了，所以現在新人上來也不見得理想，所以民進黨是有機會這個至少比上次成績要好很多，所以最後結果呢，他還是得透過這個戰爭牌。和平牌，所以這個說法也是有對，因為他也就是說，今天推這東西呢，大概幾個方面考量，一個就是基本上就是反民進黨，是，这個我倒沒意見了，就是你有什麼辦法反都可以了，但是問題就是，如果說你反對現政權或反對現政府的代價是破壞台灣的這個安穩或者和平或民主的話，那個就不行了。是你正常的這些政黨鬥爭呢，那我當然沒有意見。民主政治本來就是這樣的，所以有些牌呢不能打得過頭了。這個我覺得對執政黨或對在野黨來說呢，都應該是一個警惕。我想選舉就是推出人才嘛，推出政策嘛，就是這個良性競爭靠這個決勝負。是一直說你這個什麼現狀也沒辦法維持啦，什麼什麼。我想那是胡說八道。對，到時候你對這個選舉說不定還是個負面因素。對。好，謝謝老師，哪裡？謝謝你，謝謝。